Good afternoon. This is Tim Chen, Dean of Engineering at HKUST. I'm very pleased to introduce to you the third edition of HKUST Entrepreneurship Fireside Chat Series. This is a live chat series featuring tech entrepreneurs whose experience, ideas, and vision can benefit and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leaders, and who also have the passion to help nurture the young tech entrepreneurs in Hong Kong and help us to enrich ou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e had great turnout in the last two editions of our Fireside Chat series. And again, today we have many participants being here. My warmest welcome to all of you today. And today's chat will be conducted in 普通话. So from now on, I will switch to 普通话 for the rest of my introduction. 今天呢，我们第三场港科大创业炉边对话，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港科大的校友张云飞博士。云飞分别是在2009年跟2020年获得港科大机械工程硕士与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家无人船艇公司，就是珠海云洲智能科技的创始人及董事长。张云飞在2010年和他的港科大同学在珠海创办了云洲智能。当时他还只是一位刚开始读博的博士生，但很快的，他在2013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了初创组全国总冠军，并在2014年就被选为世界青年创新百杰。如今，云洲智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在全世界有超过400名的员工，并成为无人船艇产业的领航者。我今天呢，在此也特别借这个机会，要向云飞及云洲智能对科大捐赠的2艘海豚1号水面救生机器人表达非常的感谢。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我亲自操作过，这非常容易操作。那我们科大位在清水湾边，有了这2艘水面救生艇，应不时之需，让我们安心不少。借此非常感谢。作为一名有远见、有执行力、有影响力，特别是从零开始的年轻成功企业家、创业者，云飞呢，今天将分享他在这个无人船艇这一个蓝海行业里长达10年创业的历程中所得到的经验、灵感跟启发。那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再一次邀请到也是我们港科大工学院的博士校友，也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廖家俊教授 Dr. Jack Lau 来主持今天这一场的炉边对话。所以今天呢，这是一场我们校友对校友的对话，也是一场成功企业家对成功企业家的对话。我身为香港科技大学这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对于今天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对话感到无比的光荣，也充满期待。那廖家俊教授是我们港科大首位博士毕业生，他也是一名教授，也是一名企业家。目前呢，他是 Swapland.ai 的董事长，也是我们香港科技大学理事会的成员。廖教授在2000年被评为香港10大杰出青年，并获得2005年青年工业家奖和2009年的中国区安永企业家奖，并且获香港科技大学颁发的2010年荣誉院士。
所以呢，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炉边对话。这样，大家好，下午好，云飞好，云飞哎，啊，今天我们就在香港科技大学清水湾，就是你度过了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的地方，但是遗憾的就是今天不能邀请你到清水湾。听说你现在在你自己的办公大楼，对吧？对，我们今年4月份搬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新的办公大楼，在珠海。上次好像您和一些老师过来的时候，我们还正在建设的过程中。这那个我这个地方真的很令人激动哦。听说有5万多公平方米是吧？对我们这里呢，叫香山海洋科技港，它建筑面积有5万平米，它是在珠海的一个靠海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主要是做这种无人船艇的研发和测试，就是我们公司除了生产制造之外的部门现在都在这里办公。哇，其他的观众们都看见这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大楼。我现在看见了，这个是你的conference room 是吧？看起来好像一条船，是不是那个航空母舰的那个做造型的那个照片，来做这个开大会的地方呢？对对，这是我们个会议室，因为我们坐船的嘛，然后我们把这个航空母舰的这甲板觉得非常适合做成会议桌，就把它做成了个会议桌，这样很有创开会的意，时候很有创意。有种要起飞的感觉。那云飞啊，我知道待会我问你很多关于你公司的问题，但是我想问一问哦，我又看见一张照片了，这个是你有访客到你那个云州访问是吧？那是什么场景啊？我看见这后边有个照片是吧？对，这是我们的展厅，展厅上这个您看到这张照片就是2014年跟随李克强总理去俄罗斯参加世界创新论坛的时候的一张照片。这个不简单的，跟国家领导人一起参观。这个还有一个篮球场也是你公司里面的吗？对对对，我们现在这里头的，呃，我们的这个车间暂时用不完，所以就把其中一间做成了一个室内的球场。也是因为在香港科大，我们有一个室内篮球场嘛，这个所以我觉得到了公司，我们应该也做一个室内的，就做了一个。袁飞啊，不要开玩笑，这个后面这个照片是你吗？你好像篮球高手 Kobe Bryant 这个样子是吧？这是我在学校的时候，这可能是十年前了。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去海边的这个球场打球。所以你一直在海边啊，就坐船。这个我们再看一张照片呢，因为你是校友，我们特别激动了很多你的照片在科大的。这个应该是你2009年毕业的时候，硕士毕业的时候上台获奖的时候的照片是吧？对，我09年是安 l 毕业。然后我也有张照片给你分享哦，你看看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1994年的时候，我也是同一个位置拿那个我的 diploma 的时候，但是比你是早了大概15年了吧。哇，这个照片很珍贵啊。我也是科大对我们两位来说都是非常特别。这一张也是你这硕士的时候跟你的导师做这个拍照在 faculty department 门口拍的是吧？对，这是我们当时那年有4个同学一起毕业，然后就跟我们的导师高友生老师一起做了一个合影。太有意义，太有意义了。哎，云飞啊，我想问一下，其实你怎么样从什么地方结果到科大再到珠海的呢？其实好像你跑过好几个城市，最后才在珠海是吧？对，我这个从小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城市，现在应该到现在为止主要有6个城市。最小呢，我出生和一直到小学毕业的12年是在西安。西安是一个12朝的古都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然后初中呢，我就到了山东威海。山东威海也是一个靠海的一个小城市。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甲午海战就发生在威海。然后，
高中呢就到了广东深圳，离我们香港非常近。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呢，大学本科呢是到了上海的同济大学，所以在上海又待了4年。本科毕业之后就到香港科大，大概是在2007年入学啊。那么创业之后呢，现在就到了珠海，在珠海待了很多年了。哇，云飞，就是说，除了刚开始的10几年，以后您的城市跟那个海洋发展是非常有关系。威海又是我们中国其中最早的一个有海事军事的地方。上海固然是这样的，香港我们是东方之珠，也是著名的海港。那现在你在珠海，那现在我理解了。那云飞，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当然知道你喜欢，现在你的事业也是做这个无人船呢，就是差不多每一个校友都知道的。但是你为什么？你是从小就喜欢坐船的吗？对，就是我其实从小呢就非常喜欢做航模。这个从小我跟我爸爸就教我做模型啊，但是那时候好多都没有照片呢，还在90年代吧。那么后来呢，在上学之后呢，我也每次都会加入学校的航模队啊，再到后来学校有了科技组啊，我会加入科技组。那么应该说这过去的这个上学阶段的课余时间嘛，我一般都是在做一些模型啊、科技作品这些东西啊。现在我们画面上分享了这几个就是有拍到照片的，包括像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在学校做的木质的这种小的帆船啊，然后包括我上中学的时候课余时间做的这种静态的这种航模啊。反正就是过去也做了一些船的模型。那么到了香港科大呢，其实我们中学在深圳实验学校有很多校友都是上了香港科大，所以我们科技组的好几个同学呢又在香港科大碰到了。那么大家依然是在课余时间还是想我们做点什么东西啊，那么我们又选择了做一个小船，可以这个在水上去测一些污染的参数啊，所以才有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无人船的一个想法。对，那么在学校呢，我们做的第一款小船呢，就是拿一个模型航模改造的，然后装上了一些传感器，可以在清水湾的那个海上去测一些跟水污染、水质相关的参数，然后实时能发回到我们的电脑上。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逐步的我们一步步的就到2010年，觉得可能可以成为创业，成立一个公司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啊，那到现在呢，现在分享这图片上就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无人船，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模型啊越做越大，做成了几十吨的、这个几十米的这样的不同用途的产品了。你的意思是最大的一条船，无人船有几十吨吗？那是不得了哦，那是很大的。对，现在下水的最大的已经有50吨的吧，大概有20多米长啊。因为它在海上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所以也需要不同吨位的这种船体平台来适应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那其实云飞啊，我想请教你一下，又是大家都是工程院的，其实从这个技术的层面来说，做无人船最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是什么呢？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无人船呢，它是一种水面机器人，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水面的一个机器人系统呢，它肯定需要第一是非常核心的控制技术。那控制技术中呢，包括了第一，它要有环境感知能力，那么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啊来获取周边环境的信息，比如说声呐呀、雷达呀、图像激光啊等等。那第二呢，它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运动控制和决策相关的能力啊，比如说如何控制这个无人艇在水面航行啊，根据我们的需要更快速的更精准的去进行更安全的航行。
第二呢，就是需要无人艇，它平台本身有很强的能力，除了控制之外，需要它能够有一定的速度。比如说，我们高速的艇要跑到50节，也就是大概80-9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对于船来说是非常快的。也需要它能够在同一个船上能跑得更远，那么需要它的续航能力。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艇最高的有能续航到8000公里，就是16吨的一个艇。那么还需要它更好的效率等等，所以对于平台方面呢，它的设计呢会牵扯到包括流体动力它的这个材料它的结构以及它的包括一些减震降噪等相关的这种设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了这个平台，还有了控制的之外呢，还需要通信，这样才能让海上离我们很遥远的这个无人艇、无人船平台跟我们岸上能够有一个连通。所以通讯方面呢，其实根据不同的场景会用到像卫星通讯像宽带的局域网的基站包括窄带电台包括等等，就多种手段相融合。那除开这些之外呢，就是有了通信，有了这个无人艇的平台，有了它里头的核心的控制，我们还需要让它去代替我们人去做一些工作。那么跟它的做工作相关呢，就是它的上面搭载的仪器设备的技术，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些测环保的设备，就可以去做环保监测；比如说搭载一些救援系统，就可以做水上的应急救援。那么跟这些搭载的传感器和任务系统之间的融合，这是它的第4个，就是应用技术方面的。所以以上这几个方面其实都解决了，才能做出一条可以做无人艇的产品还是蛮复杂的。那其实云飞这个很 fascinating 就是很有趣。我想请教一下，你是2010年才创办这个云舟的，那其实你研究了多少年才有第一艘船卖出去了？是不是很久了？是这个听起来一点不容易，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全国只有你一家公司现在还是做了这么大规模的，因为这个行业是基本上是你创作出来的，以前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行业这个要求嘛，这个没有一个 standard， 没有个标准说，哎，我直接就这个标准就行了，而且这个环境也不一样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访问你的时候，你说你第一个其中最早的一个无人船的应用，就是在一个对这在污染的那个湖里面要测试，因为人也是比较危险的，去这个测试这个水质。那这个第一艘船做出来是有多久？我们其实第一条船呢是2012年底卖出去的，就是我们成立公司了2年半之后。但其实在成立公司之前也做了蛮长时间的研发了所以基本上可能大概做了3-4年的时间才卖出了第一款，就是像途中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做环境监测的产品。其实一般的观众朋友们可能看不清楚，这两艘船，我看见其实3艘船是吧？大概有多大？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没有50吨这么大吧？刚开始的时候这些船有多大？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分成了几种系列。第一系列呢，就是做这种像途中这种做环境监测这种，它的尺寸大概在1米多长就是其实比较小，1米到1.6米之间吧那这一类的产品呢，就是我们大概研发了3-4年，在2012年底到13年开始对外推出。现在途中这个呢，就相对更大一点了，这个大概有2米多，2米多长，大概有个200公斤的重量它可以搭载更多的设备，它功能更加强大。这个是我们去年才推出来的一个新产品那这一类的主要这是它在罗布泊吧，号称一个死亡之湖嘛。这一类产品主要呢应用呢就是跟测水的污染水的环境包括水深、水下的地形相关的工作
那现在这个图片呢，进入到就是第二类的产品。第二个板块产品呢，主要是做跟海洋探测相关的工作。现在的图中呢，是在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的这个西岛，西人工岛，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像港珠澳大桥，它在东西人工岛之间是一个海底的沉管隧道嘛。在这个阶段，用这条无人艇搭载着各种各样的声呐去探测它水下这个沉管隧道的一个变形的情况啊。这类的产品，大小都从1吨到几吨之间了。我们大概是从11年底开始开发，一直到去年正式的对外开始发售，开发了8年的时间。这个就是另外一款，这个是在南极在17年去南极参加这个南极科考，当时呢这是在罗斯海的海域，我们中国在准备建第5个南极科考站。在建这个南极科考站之前呢，我们是要把各种物资通过雪龙号运送到这个岸边。那么雪龙号开到罗斯海这里，罗斯海因为我们没有去过，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它水下的一个地形的情况，才知道船能不能开得过去，才知道它的抛锚可以抛在哪里才能够比较安全。那么通过无人艇在这个海域做了一个大范围的水下探测测绘，找到它一个安全的锚地。哇，这个云飞真的不容易。这个就是说，你们云州的船就是去没有人敢去的地方，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就是先头部队这个意思了啊。还有这个图片我看见的是，好像后面有艘船是有着火了，是吧？你的船就去看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是吧？对，这是一个水上的消防演习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水上经常会有一些事故啊。那么像这种水上可能是携带一些化学品啊，或者携带一些易燃物的这个船着火之后呢，其实我们很难知道现场的状况。那么用无人艇呢，它可以接近到这个着火的区域去做一个侦查。这样消防员不用去，这样人就会比较安全。拿到现场的资料之后，我们再决定如何去进行这个灭火啊等相关工作。那哇，这个又是一个，这是转油台的一个状态是吧？是转油台是海上，你也派一艘船去勘察一下附近的环境，也是同样的吗？这个的用处就是我们在海上这些钻井平台呢，它每个平台上可能常年会有几个人，或者会有10几个人在上面生活。但是呢，这些人呢，他这个平台呢，可能跟海面有50、60米的高度，非常高，上面就只有他们几个人在上面。那么日常呢，给他们要送一些，比如说工具啊，比如说吃的物资啊等等的相关东西，就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困难，因为不可能全靠直升机去作业。那么我们这个小艇呢，主要就是给他们做这个物资的运送，它每天会往返于这些钻井平台之间，然后它开到这个平台上呢，平台上面会有一个吊车，把它从里面自动吊上去，然后它相当于送快递这种作用吧。理解。那袁飞啊，也请教，这就是我们换一个话题。我想问一问，你现在这个云州啊，听说已经有好几百个员工，但是如果只有好几百个员工，但是能做这么多东西出来，其实也不容易啊。听说你已经在最近10年已经出货了，所以出货了大概2000艘船是吧？大概1000艘还是2000艘船吧，好像。对，我们今年到现在应该出货量已经超过1000多条了，然后我们现在也一年有1000多条，那这一点不容易了。就是现在是每个月，这个是还有一些船是这么大的50吨的，也是算是一条船是吧？对，今年呢，就是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进展，我们今年的这个销售量应该是去年的5倍吧。哇，因为一点不容易哦。对，因为这个产品真的是就像您讲的，是一个全新的，没有人用过。然后我们的这个规模和出货量应该在全世界现在是排在第一的。那么前期呢，你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跟市场的沟通，跟客户的沟通。当大家逐步的了解到这个产品之后，才会有购买的需求。所以总体来讲，也就是在去年、今年这个市场才真正的起来。
哦，这个就是你的 Dolphin 这个海豚呢，那个在我们香港科技大学旁边，就是刚才院长测试了2条的其中一艘吧。对对对。这个非常好的概念。那回头去看，你第一次做这条船做了3年，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是有这个客户跟你说我有这个要求，还是你这个光是兴趣做了出来才去找这个客户呢？因为很多创业的朋友、学生、同学们都有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有兴趣，但是我的兴趣未必市场有这个需求。你怎么样是？我看你是好像我一样，我完全是工程院的毕业生。你的市场的 market sense 是怎么过来的？是你有另外的伙伴帮你啊，还是你又跑市场，又做研究，又在管财务，全都是所有东西的一个人做呢？你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非常的这个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做工科的同学，没有做市场啊，做其他方面专业的同学，所以我们的团队大家全是做技术的。嗯但是呢，我们其实在真正成立公司创业之前呢，我们还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啊。其实我们最早呢是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兴趣做这样一个小船，然后说能不能测水的参数，当时是不了解市场需求的啊。然后做了这一个小的样机之后呢，我们当时呢参加了不少创业比赛啊，比如说香港的一些创业比赛，然后呢在这些过程中呢，慢慢有了一些概念，就是说如果要创业是需要找到产品的需求、市场定位等等很多事情。之后呢，我们在真正创业之前呢，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去做市场调研，就是大家觉得，哎，这个事情能不能创业，我们都很有兴趣。但是呢，往往做技术的同学，特别是我们理工科的同学，就会进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特别想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把一个产品做的功能很强大，但是呢，做完了之后市场不一定需要。所以我们比较特别，就是我们这个小团队呢，当时意识到自己不懂市场，所以我们说咱们先不要创业，我们先做1年市场调研，调研回来之后，如果觉得这个事情还应该做，我们再创业。所以在09年开始，我们就到很多的地方，从云南、四川啊，到这个广西啊、湖南，到江苏、浙江、北京，这样跑了10几个省市的地区，去当地去找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去了解他们需不需要一个测污染的无人船的产品。我们给他描绘我们能做一个什么东西。哎，第一呢，确定他们是否需要；第二个呢，确认他们如果需要的话，希望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啊；第三呢，确认他们愿意出多少钱买这个东西。啊，经过这样1年的调研回来，我们发现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正向的，就是大家都希望要这个产品，同时呢，大家跟我们描述他们希望的功能，也让我们对于第一代产品有了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坐下来商量了，这个也有一定的市场，我们觉得可以创业，就正式的成立公司创业了。那云飞啊，就是我们这里也有很多朋友是创业了，那不，我好奇的是，你是1年跟几个同学，这几个同学都是科大的吧，还是其他地方的？我们最早的是那时候有4个同学，都是科大的。那所以这个我可以这样大胆的说，这个果然是科大100%的创业的那个独角兽是吧？可不可以这样说？对，100%科大血统的。那是太好了，跟我的那个时候的经验是一样。早知道我是迟生10几年，那跟你一起创业就好了。那不会，那不会。那袁飞啊，你刚开始的时候，这个100%的香港科技大学独角兽，现在的独角兽，那个时候你的头一个资金是哪里来的？是你自己问家人爸爸妈妈掏钱呢，还是好像平常其他人的地方去拿 VC，或是创业大赛赢了奖金这样创业呢？这个刚开始是最困难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啊，
我们在10年成立公司之前，其实做了有1年多的时间，这1年多时间主要的就是创业比赛的奖金。当时呢，一些创业比赛奖金加起来可能有10几万吧，就让我们在学校做了这些原型机。那么创业的时候呢，其实整个这些年，在13年之前，我们都不知道 VC 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还有投资这个东西。然后创业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自己得凑钱啊，所以最后呢，我们自己凑了一些钱，然后大概凑了有100万吧。然后呢，我还找我妈借了100万，所以最早的这3年吧，总共我们大概的自有资金就是这100多万，就是包括比赛的一些奖金，以及我们自己凑的一些钱。真的不容易啊！那我们还要感谢伯母，就是你妈妈，就是支持这个科大创业，以后可能我们科大办个奖也办给你妈妈才行啊。最好请你妈妈也过来科大念课，让我变成了100%的这个科大就毕业生创业就更好了，会不会？当然后来呢，成立公司之后呢，在珠海，它有很多支持留学生创业的一些政策，所以我们在创业的第1年、第2年就拿到了有100多万政府给的资金，也相当于在创业的头3年，在我们正式融资之前，我们大概总共的大概有一个400多万的开销，就是由这些钱组成的。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你有这个忍耐力跟这个信心，做了1年的调研才出来创业，而且明白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这个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我觉得。那未来呢？你怎么看呢？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状态了，你已经有成为全世界所谓的龙头大哥、领军人物了。那你下一步是怎么样呢？是不是要做更大的船，还是做更多的船，还是你有什么想法了？现在对这个技术方面来说，从技术方面呢，其实我们应该说，其实过去这10年一直在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一边思考，就未来作为一个水上的一个无人系统，它应该是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能够怎么样的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需求。那总体来讲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对于水上的这些机器人、无人系统来说呢，它的大概发展呢是一个从机械自动化到信息化、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演变的过程。其实跟我们的路上的很多生活中相关的都很像，包括无人驾驶汽车呀等等这些。那么从这个具体的它的应用的这个模式来说呢，也体现出从单一的平台，比如说一条无人艇，逐步的到批量化的集群作业，甚至到跨介质的、跨域的空中的无人系统、水面的无人系统、水下的无人系统或者陆上的无人系统联合协同作业，这样的一个技术演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对我们云州来说呢，我们在技术创新这块儿一定是要长期的来做投入的。那么我们会一方面在它的核心技术，也就是说它的感知能力，让它呢看得更准，对吧？在它的这个运动控制能力，让它跑得更精准从它的这个地方来做深。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在这个无人系统在不同行业，不管是海洋科考还是环境它的应用模式的角度也会关注，是集群化的作业，是异构的、跨域的，还是什么样的这种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说通信的技术，比如说传感器的技术比如说这个材料的技术等来做支撑。其实袁飞，你现在这样看起来，我开始了解了，就是开始的时候呢是一艘船这样做的，单打独斗的，现在基本上是整个系统好像一个fleet 这样的，好像一个航空母战队这样的，这是个构想的，就是
不光是一艘船呢，是可能是有空中的支环啊，有水底的支环啊，是不是？我听说，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好像有一个系统叫Intelligent Mobile Ocean Stereo Observation System，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对，我可以以这个项目为代表来介绍一下未来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无人系统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啊。就从这个图中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系统啊，叫智能快速机动海洋立体观测系统，它是呢包括了一条母船，就是左侧这条大一点的，这大概是2000吨的一条船，大概有90米长。那这条母船呢，它上面搭载了50多套无人系统，包括我们空中的有无人机啊，有固定翼的，有旋翼的，有细流的，包括水面呢有各种各样的无人艇啊，有这种柴油动力的，有波浪能动力的和太阳能动力的。水下呢有智能剖面浮标，可以在水面到水下做上下的这种观测，以及水下的 AUV 滑翔机。那么它主要是作用呢，是对一个大概直径100多公里啊，空中到4公里，水下到4公里这样的一个立体空间，海上的这样一个区域，做一个大范围的多节点的一个同步观测。就是说，我们对于海洋这个信息的获取呢，越来越精细化，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米级分辨率的一个数据，那么就必须依靠在一个空间三维空间中很多的节点，几十个节点同时拿到它的数据，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构出一个海洋现象它是如何演变的，它的比如说以做物理海洋观测一个小型的涡旋的形成，那么它在大气是如何变化的，温度、湿度，水汽界面是如何变化的，水下这个涡旋的流速啊、温度、盐度、深度的这个变化曲线，那么我们就必须通过这个集群的网络去同步的拿到这些数据之后，才能重构出它的一个立体结构来啊。那这个事情过去它做不到，因为我们过去呢就靠科考船，一条船只能测一个点啊。那现在呢，通过无人系统可以同时拿100个点的数据啊。那么我们知道，整个我们地球70%都覆盖着海洋，其实我们的各种天气的变化、各种能量的转换，其实都是跟海洋息息相关的。它背后就是海洋的运动带来的这各种各样的，所以让我们去精细化的了解海洋，对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认识气候、认识灾害等等的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这里头呢，就需要解决很多个关键技术，比如说每一个无人艇、每一个无人系统，它自己的个人的能力，它能否更小型化的传感器去采集更精准的数据。那么也需要到这个无人艇之间的一个组网的能力，包括空中的通信，包括水下的通信的一体化。那么也包括需要解决这个无人系统之间的这样一个编队协同的作业的相关的技术。那么呢，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大型的母船如何去把它运载出去，把它在海上，因为海上有不同的海况，有时候风浪很大，如何把它批量化的放出去，工作完了还要收回来，等等，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难点。但是我们相信未来的这种集群化的这种无人系统作业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方向。为什么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一条科考船，它可能大概需要5到10个亿，就大概1亿多美金的造价。那么它可能在海上生产一个一个点的数据，但是如果把它的能力分解到小型的无人系统上，可能只需要1000分之一的成本，它就具备它50%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当我们有50套无人系统的时候，它整个的作业效率可以提高10倍以上，啊，它的成本呢可能可以降低10倍以上，这样是未来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和应用领域吧。你说的一点没错，袁飞。其实我们大部分地球上面都是海洋，而且坦白说，我们人类对海洋的那个认识还是我觉得不足够。所以，如果你做的东西能做出来的话，确实对
我们对海洋的理解确实会深化了很多。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个也是一点不容易。基本上你刚才说的，尤其是我懂一点通信，这个在 communication 方面来说确实是非常有挑战的一个研究，而且这个好像真的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一个领域，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对，这块确实是一个，我觉得你比如放到10年之前，它也是不可能做成的，因为它要依托于很多基础性技术的这个进步，比如说这个芯片的运算能力，比如说传感器如何做得更小，成本更低啊等等的，所以也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才让这件事情有可能做成。那么在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比如说我们在上个月做了这个10条无人艇同步的做海洋测绘的这样一个观测的工作，相当于已经把这个大的计划分步的在进行实施了。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大概在2022年就可以完全完成投入使用。其实云飞啊，其实你真的这个远见我是非常佩服，而且呢，我知道，比方说上次你送了2条这个海豚1号给香港科大，你特别的重视教育，你还是鼓励香港科大跟的学生们，你说这个软件你是准备公开的，是 open 的，然后给学生去研究。其实这方面，你除了这个产业方面，你对这个教育啊。对这个软件开发，好像你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吧？啊，这个，对，我是其实对，因为我自己是在过去这个在学校期间啊，主要是依靠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这些事情，慢慢的创业嘛。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读书期间啊，这个兴趣爱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觉得在我这个发展过程中，香港科大和我在深圳实验学校，我的中学啊，对我影响很大。因为这2个学校它都是给了学生很大的空间，自由的空间，让学生可以去，利用学校的平台，利用学校的条件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啊，所以我们在今年呢，我们也对我们的这个救援的海豚1号做了升级，啊，现在学校的那2台呢还是要遥控的，就是有人落水了，我们要用遥控器把那个遥控到落水人员身边。但是我们今年升级之后呢，我们会在水边有一个 CCTV， 它可以覆盖到这个水上500米的这样一个范围内。那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有人员落水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图像自动识别出来，识别到有人落水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海豚1号会有一个释放机构，就是识别出来落水之后，它就会把海豚1号推到水里。那么通过这个图像导航，把这个海豚1号自动的导航到落水人员身边，这样就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没有人在水边值守的情况下，也可以实施救援了。那么我们这个升级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其实里头它是一个很好的，就好像 FIDP 一样，对吧？既有图像识别的技术，我们还可以做的深入一点，如何分辨游泳者和落水者，对吧？另外呢，它也有这个包括晚上夜间的识别，那可能还跟图像处理有关系。那么它还有一个视觉导航，就是我们没有落水者的 GPS 坐标，那么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能不能引导我这个小金融圈游到这个落水者的这个位置。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定位，比如说转化，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完全放开，大家自己来想，针对这样一个任务，怎么样的技术能把它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样可以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个机会，有兴趣的同学就可以基于这2套系统去开发自己的算法，提出自己的构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对于香港科大的学生来说，这个是真的很有趣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个科大包括我们的院长都是喜欢人工智能、大数据、摄像头的硬件、软件的开发，而且这个好像你还有一个叫湾山国际智能船艇公开赛。
我觉得这个也是 part of， 就是包含在你整个的布局跟概念方面嘛。我相信这个教育，而且也帮助这个事业的发展，也是同时间的在进行，是吧？对，我们今年呢，我们公司呢制定了一个平台化战略，就是我们下一步未来的5年可能一个发展战略。这个平台化战略中呢，一点就是刚刚现在这个分享的图片中介绍的，我们把过去10年我们自己积累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智能船艇操作系统 AVOS，它跟这个 ROS 比较像。但是它是一个专门针对水面智能船艇，我们从最底层的驱动一步步做起来的一个分布式架构的一个系统。我们会面向科研机构、大学把它开放啊。那么另外包括我们分布式的硬件，那么这是一个产业战略。然后呢，基于这个呢，我们会提出我们一个创新战略。创新战略是什么？主要就是面向大学等科研机构，包括我们这个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在10所大学设立10个奖学金，那么通过奖学金呢，让对于水上智能技术感兴趣的同学们，能够有自己的这个往这个方面上钻研的机会，包括支持他做科研，包括支持他去做社会实践，比如说到这些大公司去做游学，然后支持参加一些比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会每年办一届万山智能船艇公开赛。今年呢，刚刚在上个月我们完成了第1届，但是非常遗憾，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我们只有澳门大学可以到珠海来参加比赛，所有海外大学，包括科大都没法前来，所以我们只有内地的10所大学和澳门大学共同的完成了今年第1次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我们只比算法，所以云州提供了统一的这个无人艇的平台，大家都在统一的硬件架构上，只比自己的核心算法，我们设置了5个不同的科目，包括比如说落水人员的救援呀，包括这个航行的避碰等等的。那么比了大概1周的时间吧，这个比的结果非常令人激动吧，就是因为学生们平时在学校呢，他有很多的理论积累，包括他设计了很多的控制算法，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让他去实践的去用一下试一试。那么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有的团队可能提前2个月就来到珠海做调试，然后回到学校呢，在远程的调试，我们可以远程的从网上调试。经过长期的准备，到最后比赛过程中，大多数同学们都完成了我们设置的这些科目，这个令我们很意外，因为我们本来想可能大多数科目第1次不一定能完成，结果效果非常好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哦。真的可惜这次因为疫情的问题，我们在清水湾不能参加，但是可能下一次我们肯定学校一定要派队伍参加，也可能希望你在清水湾也办这样的比赛，那我们更加可以多一点去 participate 参加一下这个项目。那云飞啊，你现在已经做得这么成功了，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就是你已经在这个坐船，从这个科大06年开始的时候一直做无人船，现在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会不会有时候回头一看说，我早知道是这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会这样做，或是我早知道今天是这样的话，我那个时候就多点准备。有没有时间？其实我看你是挺忙的，但是会不会有时候回头想一想，创业的这个10几年，回头看有什么东西你觉得那个时候我应该做好一点，或是不用做这么好了？比方说考试其实不用考这么好，会不会？其实我这么直接您提出这个问题，我一下其实还没有想出来，因为我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我属于对于之前的一些困难或者做的比较成功的地方呢，我很快就忘了所以经常有人问我，你过去创业10年最困难的是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或者说你特别成功的地方是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
自我保护啊，因为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个需要一个重启一样的啊。那么我觉得我是做事呢是一个特别全身心投入的一个人，所以呢，在做的过程中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呢，我也是一个可以很快化解压力的人。我可能我经常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宵夜过不去的。就是，如果某一天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可能晚上吃一顿宵夜就完事儿了，就这个仪式感就过去了，就没事儿了，就回去睡觉，第二天再重新面对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年过来，我觉得倒没有什么特别后悔的，觉得可以如果再有机会怎么能做得更好或者不好，我觉得我们已经发展的很顺利了，啊，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是一个投入很大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另外呢，对于在海洋上的一个装备，你要很长期的研发投入，才能够推出这个产品。我们一般的研发周期都在5年以上，所以我们能有机会在过去的10年，应该说花掉了十多个亿吧，10多个亿投入到这个事情的研发上，已经是很幸运的人了啊，所以我觉得倒没有什么遗憾。如果说有遗憾，就是由于我这个吃宵夜，这个事情搞得自己长胖了太多了，这个比较遗憾。袁飞，这个是你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啊。哎，那袁飞，我请教一下，现在有很多学弟在看你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谈话，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advice 给现在念书的同学们？有一天他们希望创业成功，那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我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多说一些。我觉得分几块儿啊，一个是创业之前，就是大家可能还在学校，比如还在学习，在读书，但是大家可能已经有点将来想创业的想法。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梯形发展的一个思路。就一个梯啊，梯是一个横一个竖，对吧？那么这个横是什么呢？这个横就是我们要横向的拓展自己的技能，就是我们的技能包不能只是对于这个专业技术的掌握，我们还需要去思考这个技术未来的演变，是吧？市场方面是否是该怎么去做？财务方面该是怎么去做？就是我们需要拓展一下自己的技能边界，让自己能够更全面的。因为创业早期，我们不可能有很豪华的阵容，我们不可能有很多个专业人士，就靠我们创业的这几个小伙伴。那大家需要每个人都是能比较全面的应对事情，所以呢，这个横向呢要拓展一些自己的技能，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个纵向的，对吧？这个深度的是什么呢？这个深度的并不一定是专业技术，这个深度的应该是行业的积累，要深入的钻研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创业之前要判断你能不能创业，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你是否已经把它研究的够深入了。可能其中有技术的问题，可能其中也有商业的问题，可能其中还有一些环境的问题等等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到对于这个我们未来想从事的那个行业很专家，你才有可能在这个行业中确立你的地位，或者你的竞争地位，或者做好你的第一个产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科大的同学肯定在技术方面都是非常过硬的了，那还需要在个人的技能方面和对行业的理解方面还要再下功夫，这样可能才能够去应对未来一个创业阶段早期的一个艰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创业前期真的是非常艰苦，可能100个里头有99个都可能都没有成功啊。那么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横向和纵向拓展一下，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己成功的这个机会。云飞，其实我完全同意的。
我记得就是不是开玩笑，我前几年过来珠海看你的时候，我觉得虽然你已经非常成功，还是每一件事都要关心，每一个环节你都非常注意，而且又要管这个人力的问题，又要管技术，又要管市场，也要看财务。其实肯定是对这个行业、对你的公司非常感兴趣才能这样做的，否则的话一定不会成功。其实回头一看，你是14年来这个06年来香港的，现在是20年，其实说是10年，其实事实上是差不多15年了。再加上你以前的想法，其实这个做无人船这个概念，这个种子可以这样说，在你的脑筋里面已经成长了差不多20年头，才有今天的成功，确实是不容易的。那其实还有些同学他也想问，他想说，他干脆的，其实有些同学之前的发了电邮给我们说，想说，哎，我非常希望能跟这个云州一起创业，继续在云州这个大家庭里面一起的成长。那你会从这个怎么考虑的情况说，这个人这个学生应该过来云州，或是不应该过来云州，或是应该根本不创业，根本是做其他呢？你觉得个人的性格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因为创业从一个虽然已经这么成功了，但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还是很大的。那比起其他的行业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考虑。那你会跟这些同学怎么说呢？说，哎，你过来云州吧。我说，哎，你不要过来云州了。会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啊，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提到的，其实背后是一个每个人的职业规划的问题。其实对云州来说，我们其实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岗位，可能需要不同的素质的同学，所以很难说对于某一个同学我们合不合适。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同学呢，对自己的未来的职业发展要有一个定位。比如说我的性格是，我是一个特别有闯劲的，比如说我们做理财都有风险偏好嘛，我是不太怕风险，我非常愿意挑战，我可以每天这个投入16个小时，就为了把一个事情做成。那可能它适合一个在早期创业中它更合适，能够熬过那个阶段。但是呢，有的同学可能他是一个特别稳的一个性格，他特别认真，但是呢，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平衡的生活，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所以说每个人他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么在云州这样的公司，包括其他公司都一样，我们其实人才呢也都是有不同的角色，有的可能是就前锋，对吧？他需要去开创一个突破一些工作的，那他可能需要一种性格。那有的呢，可能更多数的是一些我们的中间的力量、核心的力量，它是可能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能力，对吧？也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愿意做一些很细节的工作的，很细心。所以其实不同的，其实在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中，不同的特点的话，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那么可能我们需要对于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职业规划的定位，然后呢，就可以去找到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当然，年轻的时候也没关系，都可以试，对吧？多做尝试，尝试了不合适了，我们还可以再尝试嘛。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所以云州我们肯定是非常欢迎香港科大的同学，如果有兴趣，我们现在依然虽然我们10年了，但其实我们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我们依然需要创业的合伙人，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要开辟的有挑战性的行业和工作需要做，不管是研发还是业务。同时呢，我们也有比较正常运转的这些机构，也需要很多很职业化的、很专业的同事去从事这些专业的工作，所以其实是各方面呢都会非常欢迎。所以我们在这个图片上面有一个 QR code 是二维码，如果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啊，参加这个云州这继续的旅程啊，把做1000是不是
90米的船，这个是其实我是再年轻一点，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最好是在海上做实验那你可以再把这个二维码扫下来。那最后几个问题，其实袁飞啊，你真的是我其中看见一个工作非常热诚的一个人，一个同学，但是平常除了工作，跟你偶然间吃东西以外，你最喜欢做什么？你怎么消遣的？人总要消遣的嘛。但是我每次看见你都在工作，我每次跟你谈话都是讲这个船。其实平常有什么？那篮球我看你也不打了，现在是吧？我上周开始打了，上周打了一场，打了快2个小时，然后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上周去打球，我跟我朋友说，我说我上一次打球的时候，我体重是150磅然后现在是230磅吧，但是我还打球的方式还是按照我150磅的方式在打球，所以还是挺辛苦的。还是上网是吧？是不是跳上把这个球场要往投篮，是不是比较困难一点？不容易了。你的思想到了，身体到不了。可能要做。那除了这个刚开始2周以前这个打篮球，还会做什么？有没有什么看什么书、看什么电影？你觉得有什么消遣的其他的东西你会介绍或是推荐给其他同学吗？其实我这个并没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习惯啊，我现在最大的消遣就是看电影啊，我当然今年疫情影响，电影看的很少了。我过去平时呢，我经常晚上11点去看这个最后一场电影。其实，在科大的时候，我也经常去坑口看电影，因为我们科大那个学生证可以打折嘛，看电影很是吗？实惠。我有时候晚上10点多我就溜到坑口去看个电影回来，所以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放松就是去看电影，而且到晚上11点去看的时候，你就包场了，整个电影院只有你一个人啊。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漫威的这些像钢铁侠呀，像变形金刚这些题材，因为这个男生可能都喜欢所以我在我们的产品里还加入了很多这方面的元素啊，呃，这是一个主要现在的也是唯一的消遣了。这个别的也就有点奢侈。其实我原来还非常喜欢摄影等好多事情，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再坚持了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领域，就是推动大湾区的青年的交流啊，因为我也是全国青年委员，然后我也兼了一些社会职务。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在深圳上了学，我又在香港读了书，我也在珠海创了业，其实都在大湾区里面转。那么我特别希望能够搭建一些机会，让湾区里的青年朋友们能够多走动，多有一些交流合作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也做了蛮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各个年龄层的，比如说刚刚给大家介绍那个比赛，我们有粤港澳很多大学参加，比如说我们月底还有一个澳门跟珠海的中学生足球科技夏令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基地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我们会定期举办一些青少年的这个科普培训，比如说小学生们他感兴趣，周末就到我们这里上1天课，我们会做一些人工智能的早期的给他拓展，然后给他做一些小的船的模型，到我们这个水里去跑一跑那么现在就是对于这一类的工作我特别感兴趣，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更多的跟我们的母校一起能够推动这个科普这方面的工作。那太好了，非常，我就是非常感动。我觉得你除了喜欢你的事业以外，对这个社会也有是很强烈的责任感。
那我觉得是看起来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越来越好，是比以前的更好一点的，是吧？是这样的。那我想大家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云飞，我再一次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时间。我希望下一次我们不需要从这视频谈话，我希望下一次能在珠海，最好能过来跟你住1-2天聊聊天。打篮球我是不跟你打的了，我相信，但是看电影我可以陪你看，好不好？那谢谢你了，非常非常感谢云飞啊，希望你事业更加顺利啊，也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好不好？谢谢你啊，云飞，谢谢，谢谢大好，再家。见，再见，拜拜，拜拜。